2008年的6月25日，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一家名为 Bambuland 的网络商店上架了一款限量50体的1:6可动人偶。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款头戴诡异面具、全身充满污渍的玩具，竟会从此彻底颠覆既有的玩具生态，并推动了设计师玩具迈向另一种新的可能性。而这款可动人偶正是当时刚成立不到3月的玩具品牌 3A 的首款产品，也是正式揭开了 WWR 世界机器人大战这部图像小说实体化序幕的 Non-Diploom 初代红袖单鼻。在我们前几期的影片中有提及到，随着地球联盟与火星势力之间的战事不断升级，潜伏在阴影里长达200多年的 MON 组织也终于行动了起来。在至高领主女双鼻的带领下，他们高举3位一体的旗帜，以尽快结束这场漫长战争，实现全人类的统一为目标，作为第三方势力加入到了战场中，并对每一位妨碍他们的人都毫不手软。而 MON 组织的成员就是所谓的 Non-Ordinary Man， 即超常之人。他们生来就注定会成为3位一体的信徒，并且无论身在何时何处，总有一天都会被女双鼻所感召，加入 MON 组织。从那之后，他们就会一直佩戴着专属的面具、呼吸器与储气罐，并通过俗称鼻子的软管，无时不刻地吸入着代表着 MON 信仰的特殊气体，从而激发出自身真正的力量，拥有常人所无法理解的超自然天赋。而开篇所说的红袖单鼻，就正是这群神秘信徒中的其中一员。可以看到，他身穿印有 3A 标识的红色单袖 T 恤，腰间别有 MON 组织的标志性储气罐，黑色软管从罐口延伸出来，并连接到了头部的面具呼吸器上，就像正在吸入特殊气体的样子。除此之外，在斑驳的德式钢盔下，隐约透着红光的镜片，以及面具下无法看透的脸庞，无一不透露着这一角色的神秘气息。因此，当人们谈论他时，有人会说他是自由的斗士，是游走在道德边缘的灰色人物，也有人认为他只是个近乎病态的恐怖分子。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有着近乎压倒性的强大力量，任何抵挡或者想妨碍他的人都只会被他无情的碾压粉碎。而这份强大的力量也让他拥有另一个更为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肮脏小队的蒙面指挥官。肮脏小队就是那支被地球联盟所秘密改造，派去暗杀他们的创造者罗斯柴尔德博士的战争机器人小队。但在出发后不久，他们便自行脱离了编码的控制，从此下落不明。而后来，这支失踪已久的肮脏小队竟然在火星上被红袖单鼻所意外寻获。虽然红袖单鼻有着与战争机器人沟通的特殊能力，但为了能更好地控制这群失控且致命的机器人，他以阴影作为伪装，化身成为漆黑的 Non-Diploom 黑单鼻，令这群同样涂装漆黑的机器人误以为黑单鼻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并在他的指挥下制造出了各种骇人听闻的事端，让各方势力为之闻风丧胆。因此，黑单鼻其实就是红袖单鼻的另外一个伪装形态。这不但丰富了角色的设定，也使它更具有独特的魅力。藉由黑单鼻饱满的人物设定， 3A 也相继推出了他们的第2款产品，限量75体的黑单鼻。而这款产品同样精准命中了玩家的取向，上架仅数分钟便被抢购一空，这也足以证明 3A 的独特魅力了。随后步入2008年的冬季， 3A 也公布了他们的第3款单鼻 Blonde Diploom 雪地单鼻。这款有着粗犷落雪涂装的雪地单鼻同样限量生产了75体，但却从未公开发售过。而当时的获取方式，要不就是作为礼物由 Ash 本人亲自赠送，要不就是作为奖品在3A 社区论坛
或是各种官方比赛中获奖取得。这种非卖品的模式也说明了 3A 并不是一家单纯为了盈利的公司，反而更像是有着高格调的理想主义者。而关于这一点，我们待会也会详细说到。现在回到雪地丹比的设定，虽然并没有披露很多，但只要追溯 WWR 的原著图像小说，就能推测到他就是袭击罗斯柴尔德集团日内瓦仓库的幕后黑手。除此之外，根据红袖丹比可以随意变换自身肤色的这个能力，肤色苍白的雪地丹比会不会也像黑丹比那样是红袖丹比的另外一种异色变体呢？事实上，在 Ash 的初始设定中，他们确实是同一个人，甚至后续的戈壁丹比也只不过是红袖丹比的沙漠变装而已。但在2011年的时候， Ash 却推翻了原设，并表示红袖丹比与黑丹比虽然是同一个人，但雪地丹比则略有不同。这也让我们很难去断言他们究竟是不是相同的角色了。而对于角色而言，名字也是设定的关键之一，毕竟丹比也只不过是基于他们的形象去做的俗称而已。比如红袖丹比的 Non de Plume 开头的 Non， 一方面对应的是 MON 组织的名称，即 Not Ordinary Man 的缩写，另一方面只是法语中代表名字、名称的意思。同样 de 也不是英语，而是法语，通常起语法作用，本身不表达任何意思，但在这里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的。最后的 plume 指的则是鹅毛笔，所以串联在一起 Non de Plume 便是法语中笔名的意思，引申过来就是未见其人，但晓其名。这似乎也象征着红袖丹比正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在 WWR 的世界中， de Plume 其实还有着另一层的含义，指的是 MON 组织中的某一阶层，是职衔的统称。而黑丹比的 Noir 除了有黑色、黑暗的意思之外，也可以用于表达龌龊与邪恶，这明显呼应了他通过伪装去控制肮脏小队以及做过的各种卑劣勾当。与之相对，雪地丹比的 Blanc 指的则是洁白、雪白，明显呼应了他经常出没于雪地的环境。但有趣的是， Blanc 这个词代表着靶心的意思，乍眼一看，靶心这个词与雪地丹比似乎毫无关联，但只要引用 3A 期刊中的一段描述，就会发现别有用意了。他的枪早已准备就绪，那双死黑的眼睛一直凝视着远方，就像是一条追踪猎物的鲨鱼。因此，不同于红袖丹比或是黑丹比的那种游击战士定位，雪地丹比反而更接近于追踪潜伏的狩猎者，并且这种雪地配色在后续也作为猎杀的专属色系，继续运用在其他 WWR 的角色身上，甚至也延续至 UV 的 WWR2 的故事之中，卢平君亦是如此。而丹比这一造型以及设定，不仅满足了我们对废土末世的各种幻想，也让更多的人发现，原来可动人偶还可以与抽象的艺术风格相结合，并取得如此绝妙的平衡。并且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日 3A 所推出的这一形象，连同它所附加的象征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玩具本身的原有价值，并依然散发着不输当年的热量，继续影响着当下的各种设计师玩具。但回到 WWR 的故事之中，丹比会不会继续扮演着关键角色，或是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登场呢？而关于这一切，我们也将会在下一期继续为您揭晓。